要说解放大西北最难打的，当属是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了。两人都是家族集团式的军阀，不仅手段残暴，更是出了名的反共急先锋。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，在经过李宗仁的小改动后，终于正式下达到了大西北。马鸿逵对于自己不能做这个军政长官，虽然恼怒，但也毫无办法，毕竟马步芳的实力本就比他强。为了安抚马鸿逵，国民党政府除了让他任个副长官的虚职之外，还给了他一个甘肃省主席的实权头衔作为补偿。马鸿逵想了想，自己独霸宁夏多年，如今再添一个甘肃，这笔买卖也不算亏，便同意了下来。但让马鸿逵不爽的是，马步芳刚一继任西北军政长官，就任命他的儿子马继元为前敌总指挥，统一指挥青海和宁夏所有的部队。这个马继元比他老子更狂，这个王八羔子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你老息怒，息怒，会上可要稳住啊，日子还长吗？从这也能看出，马鸿逵对国民党政府的意见很大。要知道，青宁二马为了争夺地盘，本来就是百年世仇。现在马继元这个后生竟然骑到他的头上，这不仅是对他权力的稀释，更是对他尊严的践踏。而马鸿逵之所以能同意合作，不是出于什么大局观，纯粹是利益交换以及暂时的隐忍，以至于这种面和心不和的联盟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颗分裂的种子。虽不情愿，但在马步芳的邀请下，马鸿逵还是于5月23日来到了青海，参加夺回西安的西北军事会议。在会议上，马家军打算集结陇东和宁夏2个兵团，从西兰公路和金水两侧向东南一路扫荡，先夺咸阳，再拿西安。而胡宗南则派出第5和第18两个兵团，协助陇东和宁夏兵团由西向东沿渭水北岸、斜峪关、子午镇、大沽口等地发起进攻，以图一举恢复失地。双方约定于6月10日共同发起攻击。刚升任前敌总指挥的马继元，在商定完具体部署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侃侃而谈。如果说胡宗南是志大才疏，那这个马继元就是盲目自信。共军华北的大股人马，虽然调改了彭德怀，但是远水扑不灭近火，现在正是夺取西安和咸阳的大好时机。只要我青海宁夏的数万精兵猛扑上去，咸阳和西安一定能到手。马鸿逵看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元，心里不知怒骂了他多少遍。还猛扑西安，他马鸿逵兵力最少，到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还不是他宁夏兵团的那点家底吗？随后马步芳在自己儿子演说完毕后，配合性的做了收尾工作。我们的家，我们的根在西北，我们不能撤，不仅不能撤，还要和共军打。我们有实力打，只有打才能保住西北，保住我们的家。与此同时，彭老总看着地图，也察觉到了咸阳已成为众矢之的，这仗是非打不可了。但此时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的总兵力才有12万，还要分散在各地。正如马继元所说，此时的咸阳和西安内部空虚兵力不足，而从华北紧急驰援的第18、19兵团的主力还在路上。彭总也担心时间来不及了，连续下了几次加快进军的命令。彭总又在催我们，部队过河以后还要加快速度。我们去看什么？好，我们19兵团绝不能辜负彭总的期望，把预定行程再缩短2天。好吧。尽管18、19兵团已经全速行军，但因为距离太远，还是没有青宁二马以及胡宗南的速度快。6月8日，青宁二马已经和胡宗南敲定好了作战细节，并于6月9日，在马继元的统一指挥下，3个兵团加上胡宗南的5个军，共计20万人，开始向我军的一野发起反扑。彭总，有新的情况，二马已出动，共分3路，一路是宁马的11军，2路是宁马的128军，3路是青马的82军，由马继元亲自督战，沿泾河开来。就在马继元率领3路大军进攻咸阳的关键时刻，我军第18兵团第61军181师没日没夜的急行军，终于在6月10日傍晚赶到咸阳，等待迎接二马的进攻。而胡马联盟虽然号称20万大军，声势浩大，反扑西安，但能冲到咸阳城下的只有青马主力的3万多人。虽然敌方人数不算太多，但我军守城的部队也仅有1个师，不到1万人。6月13日，马继元开始发动夺取咸阳的反攻，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马家军扛着大刀率先发起了冲锋。
按理说，骑兵天生就是步兵的克星，但可惜的是，有了各种轻重机枪之后，步兵的火力得到了加强。我军一排排子弹的招呼和迫击炮的轰击，让冲在前排打头阵的马家军纷纷落马。我军有炮，但敌人的炮更大。马家军在榴弹炮的掩护下，没落马的骑兵很快就冲到了咸阳城的外围阵地，近身肉搏战和比拼刺刀的战斗也随即开始。但骑兵终究是骑兵，马家军灵活机动，再加上本身就骁勇善战，一时之间竟让我军的战士吃了大亏。激战几小时，咸阳城外的几处阵地先后丢失，又被我军拼死夺回。但就是这样悬殊的兵力，咸阳城硬是被我军坚守了48小时，仍未被攻破。马继元虽然很狂，但伤亡惨重的代价他也看到了。再加上开战到至今，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一直龟缩在后方，不愿出力，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想逃跑，着实把马继元给恶心到了。报告，马继元部分2路向咸阳发起攻击，遭公军猛烈阻击，激战3小时，攻击不前。听说公军主力已到达了西阳。好了，退下休息。是。后撤50公里，悄悄撤。是。此时马继元的心态已经彻底崩了，从之前的狂妄自大转向为惊疑不定。他没想到我军的抵抗意志如此顽强，更没想到自己的王牌骑兵在现代火器面前如此脆弱。盟友的消极作战更是让他认清了现实，再加上不断有华北解放军主力入陕的情报传来，最终只能无奈地下令撤退了。而胡宗南在看到马继元进攻咸阳受阻后，加上也收到了我军华北部队主力入陕消息的情报越来越多，心里也有些摇摆不定了。在看到马继元后撤后，也急急忙忙地下令把部队撤走。至此，解放大西北的首战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终。回过头来看，所谓的胡马联盟号称20万大军，看似兵强马壮，但其内部充满了猜忌、私利和矛盾。马步芳想当西北王，马鸿逵想保住自己的地盘，胡宗南想投机取巧，三方都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而战，而是为了各自的私欲临时凑在一起的草台班子。这样的联盟在胜利面前或许还能维持表面的和谐，一旦遭遇挫折，瞬间就会分崩离析。